这是我剪过最难剪的一集。虽然拍到的内容都很有趣，从吃宵夜跟香港人聊天，到早上睁开眼莫名其妙就跟同间背包客房的中国老哥一起吃早餐，每一件事情都不在计划内。最后我还是想尝试剪剪看，用最朴实无华的方式来呈现这片土地上不同民眾、不同立場的人的心聲。遊客嚟香港玩啊，係啊，請你杯嘢，我哋有嘢，入我單，我唔使杯嘢飲，唔好淨係食個麵咁樣，飲杯嘢，凍奶茶、咖啡、檸茶嗰啲，凍檸樂，係。靚姐，咩？麻煩加杯凍檸樂我個單。俾錢你啊？唔使啊，如果我要你俾翻錢就唔係入我單啦。喂，留翻個客擺其他嘢自己飲。唔好意思。唔會，我哋有緣同台食飯啊嘛。多謝晒。唔使。見你出國玩，台灣啊？係，但係細嘅時候喺出翻下嘢香港。我以為你係廣東省過嚟添，因為點解咧？你講廣東話，係。都識講一啲。我爸係台灣人嚟㗎，咁不過咧佢好得意啊，佢係嗰啲咧國民黨老兵啊，當年過咗去台灣，咁咧喺台大讀書。入咗籍啦，有身份證啦，不過而家走咗啦，入唔喺度啦。即係你知好得意嘅，你哋嗰邊啲政治咧，我到而家咧，我搞唔清嘅，即係嗰啲有啲複雜。係啦，我細個成日都過去嘅，咁但係我就唔算係台灣人，因為我冇，其實我嗰陣我可以跟我爸入籍嘅，但係咧嗰陣時候陰差陽錯冇做過。咁你點認同你自己㗎？但係唔好意思啊，好似講到好複雜咁，你呢度食喺度講得。喺台灣有睇啲新聞啦。你覺得咧香港咧衣食住行咧係冇乜限制，唔理世事咁樣咧，香港係 OK 嘅，係啊，仲 OK 嘅。唔知你啲廣東話有冇學到咁深？嗱，中文嚟嘅啫。打出頭嘅料，即係我哋比較年長啲，可能你冇佢哋後生嗰批咁簡單，或者我可以用我講叫簡單，佢哋叫有啲簡單，但係佢有熱誠嘅理想。而家你食緊嘅呢碗麵啊，或者頭先我食嗰啲菜咧，其實好多都係上面嚟嘅。唔到出頭嚟，好似而家我咁樣都係食餐飯嘅，咁係杯嘢嘅。反而如果今年我翻台灣咧，可能我哋就係台灣。即係我哋就會似㗎啦，香港出世之後過咗去台灣住咁樣，咁但係而家咧，因為我冇跟我朋友咁嘅話咧，咁就變咗我就普通香港人啦。我而家諗緊會唔會接機，因為我有個朋友咧就去咗 Bangkok，好熟嘅朋友，佢今日翻嚟，我就嗰隻戲言同佢講話，你如果翻嚟喺機場見到我就見到我啦咁樣，即係其實就冇 commitment 嘅，係啦，好熟，細個。10幾20歲已經識嘅朋友咁樣，所以我都係準備揾地方去啦。咁你又可以繼續去探索下香港啲夜景啊，都好靚。呢個係鐵板，但係如果佢係一個鐵板係個鍋咁樣係個煲咧，上碟嗰陣時候咧會有聲嘅，就係嗰啲啫聲。明唔明啊？姐姐呢個字就係個音嚟嘅，姐姐係啦，有啲意思喎。係啦，咁你可以翻去咧同台灣啲朋友去，如果佢咁啱去講咩叫姐姐咧，其實係音嚟嘅。個乜咧就係一種煮法，睇見唔見到佢寫住個火，然之後火字邊一個文字，就係嗰啲咩叫文火咧？小火，慢火小火，即係隔住個煲，但係咧就慢火咁樣去整熟佢嘅。但係當然佢咪真係慢火整文字，總之咧寫係咁寫。廚房師傅係咪真係咁煮咧？唔知喎，真係咁快工。係啦，可能佢真係其實2分鐘呢度未搞掂㗎啦，唔係慢慢燜嘅。理論上你燜咧，你冇10零20分鐘。都唔係燜㗎嘛，係咯，可能佢2、3分鐘已經搞掂咗。細個咧係跟阿爸，即係叫做去到台灣或者翻到台灣，佢哋講話叫做泡麵啊，係啊，一隻我以為係隻炮彈嘅炮，係啦，唔止係炮彈啊，即係話非洲草原上面嗰啲跑嗰啲炮，我係話咁勁嘅，廣東話係同音㗎嘛，係咁後來咧知道啊，就係泡湯係啦，泡湯公仔麵咁啊，好啦嗱，我走啦，咁但係咁你慢慢研究下先，咁我哋遲啲有緣再見。係，多謝晒。喂，唔好客氣，因為有緣相會，咁啊，好啦，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。
總結束係啦，咁啊遲啲咁你踩單車就一切順利。香港的空間很小很擠，所以大部分只要有人的地方都需要併桌。剛想說等了15分鐘，面還沒有上來，就左看右看，但是觀光客嘛，也不敢去催或者說去問。對面那位陌生人就有偷偷看我菜單的桌號，結果發現服務員的桌號填錯了，所以送錯地方一直沒有來。對方就開始主動聊天，甚至直接請我喝一杯飲料，大概有聊了1個半小時有。我們身在台灣，有時候也會看到一些香港的新聞，但是我們了解的就比較流於表面，他就比較連一些細節、那個人的生平，還有一些事情的起承轉合比較複雜，沒有那麼單純的細節都有辦法聊。剛剛聊天的內容真的還蠻精彩的，可惜的就是不能放這些內容，這個就不再多提了。比起台灣、日本要先開口求助，香港人則是更多在你開口之前就直接察覺到你的問題，直接告訴你怎麼解決，現場感受真的很神，效率極高。這位大哥光是用猜的就知道我的東西送錯桌，主動喊來店員確認，最後還請我喝了飲料。這位大哥以前是名校中文大學畢業的，從談吐中就可以感覺到他的知識量非常的豐富。我們聊了快2個小時，影片剪完，最後只呈現其中的5分鐘。其中感觸最深的是我們2個人是有可能踏上相似的人生。如果當年我們的家庭留在香港，我大概不會接觸騎腳踏車拍影片。如果這位大哥當時來到台灣，現在可能正在台北住家的客廳，看着電視大談對於時事的看法。你怎麼認同你自己？在剪輯的片段中，我沒有給出答案。現在簡單給出答案的話，肯定是台灣。複雜探究，其實我每個時期都有一點點的不同，對香港的情感也都有一些微妙的變化。這一次雖然是因為務實的理由，為了川藏線以及2027年的路線要回香港辦證件，但也意外的化解了我常年的疑問，釐清了我對香港的許多情感。深水埗，深水埗買那個玉器，玉器啊，哦，玉石，你那小玩意，它人流很大，還是可以的。去年有人買了30萬，我昨天只賣了幾千塊錢，不給擺。那你要堅持到元宵啊？不，我明天回，下午晚上可能就回了。今天再不給擺就得了。也沒啥好玩，我們就是國內玩，大陸玩被他們那些旅遊的玩膩了，我們想過來香港、澳門走一下。你不是從大陸過來的？在香港出生啊，證件過期回來換證件。你這裡沒有住的地方啊？這個好玩，這個好玩。香港出生，台灣沒去過，不知道。台灣好一點，台灣好一點。香港就是非常有錢的人在這生活哦。對，就可以。窮人不能來香港。你要到深水埗看哦，就是確實貧民窟的太多了。但是你到中環，那確實真的是天上地下，高檔生活。大學畢業，沒有安排嗎？有工作，有工作，對。哦，你就是回來弄這個弄證件，順便觀光啊，順便觀光。你香港沒有房子了？沒房子。當時你爸媽走就把香港房子賣掉了。對。你台灣的房子值錢還是香港房子值錢的？都很貴，現在台灣桃園。哦，桃園也很好。台北、高雄、桃園。桃園算第2大城市。對。台北算咱們說的1線，但是繁華是這地方繁華，但是這地方生活不易生活。對，台灣那邊比這邊還近。台灣比的空間比較大。好像台灣人不歡迎大陸過去。對，不然他有敵對的嘛。有敵對情緒。對，有沒有分歧大？就是我們倆就聊起來就當面吵架的了。就可能猜猜看對方是哪邊的。哦，猜猜看對方。那你覺得對方跟你不一樣就不要聊。基本很少關注這個東西的，過日子都。你們去中國去大陸，他媽這是歡迎的。他媽的老歡迎了，我操！對，台灣人到大陸都是歡迎的。對，他這個是一種情節，知道吧？因為台灣的地方小，大陸大，對吧？這現在中國人都是這樣，好客包容，所以對台灣人沒有敵，但是台灣人對大陸有敵。哦，館長，那個家伙他起碼幾百萬上千萬粉絲都有了，天天吵架，他媽的那個流量得了啊！你要順着這個民意來，你說我台灣來的，是吧？你馬上就給你那個了，流量就來了。是從生活主播做起吧？對，做運動的，騎腳踏車。你把跟着一起到大陸自由行的，對，因為大陸去的話，大陸的人流量大，你在台灣有多少人的吧？2、3千萬，上海都2000多萬人。對啊，一個城市頂到你。真的老管用，你不是台灣人，就是我們要帶個這東西都老管用。
人家不敢怎么样，本来想多收你钱都不敢收了。本来想跟你讲一句不好的话，他妈都要讲点好听的话了，因为对着镜头啊，谁愿意他妈的得罪人呐，中国人呐？人多没办法。各种人都有。对，不是这个社会这边，人太不是大陆，你到全世界各地都它的环境就在那里250这个房间就1000呢，就4个人了。睡着挺舒服的，可以，这个房间还好，不会差。算大。通风也好，也干净。通风关键是通风好。对对，超好。我是没有微信，所以弄了好久。你没有微信啊？没有，台湾人比较不用，哦所以昨天现场申请一个，哦，然后申请之后又说要绑银行卡，对各种绑，对各种绑啊，弄在外面弄了，实名认证，对。各方方面面。刚才的安徽大哥先出去摆摊卖玉器了，另外一位则是跟我年纪相仿，日子过得不顺心，所以来到香港观光散散步。而我则是在刚聊天的过程中订好下午回台湾的机票，因为之后几天的住宿机票太贵了，反正就留着下周还要再来一次香港。这一次就先这样吧。原本想着还有半天的时间可以去大屿山上面昂坪看一下，这位老哥却邀请我一起吃早餐，反正也没啥事，那我们2个人就一起漫无目的的随便乱走。早上那些其实也不能讲嘛，早上那些不会，早上那些可以讲，跟民生有关的可以讲。对，民生有关的都可以，走得我发烫了，我操！又没有共享单车，我深圳那边还有共享单车可以骑一下。香港有，但是少，点不多，对，管理很严格，也很舒服的。不会到处乱堆。安徽老哥来的地方，我觉得你要不要大胆一点？有啊，最近有比较大胆了，只要大胆一点做效果，其实流量立刻就上来。对，但是多少会有一些人说会骂啦，会批评，但是不管正面的、反面的都会有流量，就是不要太尺度太没有下限，要特别把控。对。啊，不然总要演一下，对啊。之前我就比较老实啊，可能影片开头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谁谁谁，今天我们要去哪里？看过我的观众会留下来，没看过我的观众就啊，你谁啊，就直接划掉。对，所以你开头一定要放一些，要抓心，要抓住。自我介绍晚一点没关系，直接上钩子。对，直接上钩子。视频时长哇，很不吃香，30分钟。30分钟啊？一片30分钟。哇操！你搞30分钟的？对呀，这是长视频啊，长视频骑脚踏车啊，一天真的骑12个小时，然后又有风景，不吃香。你这种只能抓住那种什么想听了，对，吃个饭配个饭吃，对，配个饭吃下饭。我偶然间，我其余时间我不会刷你的，我会刷那些看到进度条就跳掉了，对。看到哇往下拉30分钟，哎呀，先划掉。我这次看，我下次不一定看，但是不看的比较多，演算法就不会推到你。对，推不到你。对，他下次就看不到了。对，突然想看也找不到了。哇，30分钟长视频啊！旅游博主，你特别是骑单车的那么长的视频，你再精简，你精简不到哪里。长视频可以做啊，短视频也要经营。但是一个人就忙不过来，对，忙不过来的。来香港走路累得半死啊！你还要剪片，不可能。回家处理就少了一点即时性、即时互动。对，各有优缺。一个人就是比较自由、比较省钱，但是也比较做不大。有些产品已经是顶尖了，比如说大疆无人机，然后这一台 Ace Pro 那个饮食嘛，以前我们在讲的都是 GoPro， 美国的 GoPro。对，现在讲到运动相机就是大疆 Insta360，就短几年之间，中国可能起步比较慢，但是进步真的很快。中国它只要致力发力一个点，它很快的，很快。这么多人，市场大人多。然后刚刚讲到内卷，虽然对于工作的人内卷不太好，但是对于市场上竞争力就越卷，竞争力越强。不然像香港，你要短视频，你就是维多利亚港拍几个画面。对，但是长视频的话就都可以介绍到，就是譬如说维多利亚港的一些过去的历史啊、文化啊。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星光大道啊，太平山高度多高啊？上来要多久啊？缆车多少钱？短视频你就刚刚讲到的都可以，但是你只能挑一个。真的是大锅炖了。以前可以，现在不行。现在观众短视频太抓眼球了。对，一开始就抖音在搞，那后来大家都发现不行，那个一定要搞。下午有什么计划？你这边？我想去平顶山出缆车的。晚上再去会比较好。对，晚上再去夜景会比较好看，很爽。我今天不打算特种兵了，不然你可以坐那个地铁到有一个东涌，上到大屿山的上面也有个什么天坛大佛，
对，还有一些景点可以慢慢走走，自然景观的，就是这一条直走到终点站就到了。我不知道支付宝那些能不能用，应该可以。它今年都开通了，今年过年一来全部可以用。我们在这里。对啊，这一条，然后我等一下是机场这一条，然后你是橘色这一条，橘色这一条可以到东冲。东冲。对啊，东冲有个那个缆车，那我就先离开，先移到了。好，那你就再联系，反正有微信。好啊，谢谢，拜拜。影片直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正式去录一个开场。我跟深圳的小哥从旺角走到深水埗、南昌，他说聊天走路之后心情好多了。我也觉得放下拍片的任务很轻松。这几天遇到的香港人或者中国人学经历虽然大不同，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很清醒，年轻的冲动早已被抚平，但也不甘就此摆烂躺平。大家都知道大环境的无奈之处，但是也知道自己的不足。在台湾很多人抱怨这边不好，那边比不上日本，骂得很大声，但是我们不愿意去深入探究为什么。真的有人想要改变现状，做点什么的时候，加税不要，政策不要损害到我，然后继续大声的骂，用全世界当标准，台湾综合起来真的有那么差吗？台湾人烦恼买房、股市、生小孩，但是有些地方的议题是战争、粮食、医疗、治安。最后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可以骂的这一件事情，其实并非如此的普遍与理所当然。改变主意，刚刚是讲说想把下个礼拜的影片也并进来，但是久违的回到香港机场，光是这些素材就绝对足以单独出来做一集内容。香港国际机场也是我小时候对于香港的最后回忆，那个时候香港机场就是我的憧憬。距今25年前，香港机场就已经是国际首屈一指的销中枢纽，有着当时最豪华的服务、最先进的设备。即使放到今日也丝毫不逊色。香港机场至今为止都是名列前茅的世界机场。除去服务豪华的设施以外，其实旅客会来到这边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香港最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。回过头来，我觉得我还是憧憬着这个香港机场，虽然理由已经不一样了，也期许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也可以像这个香港机场一样接轨全世界。大家看到我最近的影片，也可以发现风格有些变了，感觉好像灌了一大堆心灵鸡汤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观众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最近会有这些心境的改变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一集香港机场的中间篇章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下集影片应该还是有重新回到香港拍，那我们下集影片再见，拜拜。